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最近呢，美國那些頂尖大學的校園衝突，真的是鬧得沸沸揚揚，幾乎天天都上新聞頭條。但如果你以為這只是一時的擦槍走火，那可能就太小看這背後盤根錯節的歷史了。今天我們就要根據耶魯大學專家琳達·梅澤斯的研究，來好好拆解一下這場橫跨了一整個世紀的校園衝突，它的根到底埋在哪裡？好的，那我們先從一個最核心的問題開始想：為什麼像哈佛、耶魯這些世界頂尖的學府會變成意識形態的激烈戰場？去年10月7號之後，我們看到的各種抗議呀、對立呀，其實都不是一個新現象，它更像是一個巨大謎題的最後一塊拼圖。而要解開這個謎，我們就必須把時間的指針一口氣往回撥動整整100年。好，我們的第一站要先回到過去，因為要理解今天校園裡猶太學生的處境，我們得先看看1個世紀以前這些所謂的精英大學是怎麼對待他們的。可以這麼說，這段歷史就是所有故事的起點。在20世紀初期很多東歐的猶太移民來到美國，他們的下一代非常渴望透過教育來翻身。結果呢，到了1920年代，像哈佛、耶魯這些名校就突然發現，校園裡的猶太學生比例怎麼暴增？到1925年，哈佛的猶太學生甚至佔了1/4，達到25%。這讓當時由白人新教精英主導的校方感覺非常不安，覺得這破壞了他們想要的那個純正的校園氛圍。於是他們就開始搞所謂的猶太人限額，用一些很主觀的標準，比方說什麼性格面試啦、地理多元化啦，來把他們不想要的猶太學生給刷掉。這種赤裸裸的歧視政策，一直要到1960年代初期，才總算慢慢的被廢除。在經歷了長期的排擠之後，猶太學生和學者總算是迎來了一段短暫的黃金時代。但好景不長，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徹底的改變了他們在校園裡的角色。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巨大的轉變究竟是怎麼發生的。2次世紀大戰打完之後，整個美國的氣氛都不一樣了。一方面，納粹的暴行讓反猶太在戰後成了一種絕對的禁忌；另一方面，美蘇冷戰開打，大學變得更重視實力，也就是所謂的賢能政治，希望能招到最頂尖的人才來對抗蘇聯。所以，過去那些限制就通通取消了，大學的門為猶太裔美國人敞開。這扇門一打開可不得了，他們在學術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無論是當學生還是當教授，都表現得非常出色。這段時間也被很多歷史學家稱為是美國猶太人的黃金時代。然而，這個黃金時代可以說是非常的短暫。1967年，這是一個關鍵的年份。一場戰爭徹底扭轉了局勢，這場戰爭就是中東的6日戰爭。這場戰爭的結果，再加上當時美國校園裡新左派運動正在興起，也就是一股批判美國外交政策跟資本主義的學院思潮，這2個因素加在一起，讓猶太人在校園裡的形象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這就是所謂的大逆轉。你想想看，這有多諷刺。在1967年以前，猶太人在校園裡還是一個不被主流待見的少數族裔。但是6日戰爭之後，以色列被新左派描繪成一個白人帝國主義的侵略者，而在美國校園裡的猶太學生也就突然之間被劃歸到白人壓迫者這個群體裡。這背後反映的其實是西方左派思潮的一個轉變。從傳統的階級鬥爭轉向以後殖民理論為基礎的一個很簡化的壓迫者 versus 被壓迫者的2元框架。這距離納粹大屠殺也才不過20多年，這種身份上的急劇翻轉，在當時的猶太學生心中造成了非常巨大的認知失調。好，有了這些歷史的底層代碼，我們現在就能來看看
他們是如何形塑出今天校園裡這個充滿武器化詞彙的新戰場。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校園裡的抗議文化也發生了質的轉變。在1980到90年代，校園運動還很強調對話，試圖在不同立場之間搭起橋梁，尋找共識。但進入21世紀後，尤其是在像 BDS 運動的推動下， BDS 是抵制、撤資、制裁的縮寫，是一個針對以色列的全球性運動。一種叫做反正常化的策略開始流行起來，它的核心思想很簡單，但是也非常極端。我跟你連話都不用說，因為跟你對話本身就是一種背叛，等於是承認了你這個壓迫者的合法性。所以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孤立你、排斥你，而不是跟你溝通。這種拒絕溝通的氛圍到底有多嚴重？專家琳達·梅澤斯就分享了他自己的親身經歷。當他寫完關於校園反猶主義的博士論文後，投稿到一份猶太學術期刊，結果收到了這樣的回復：你寫得非常優美，但我們就是不同意你的觀點。這句話聽起來很客氣，但背後的潛台詞其實非常粗暴，就是說你的學術寫得好不好不重要，因為你的政治立場不對，所以我們連討論的空間都沒有。這就完美地說明了，即使是在學術圈內，這個議題也已經變得多麼政治化，多麼難以對話。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那就是很多核心詞彙已經被嚴重的簡化和誤解了。其中最關鍵的一個詞就是錫安主義。在學術上，它的基本定義是支持猶太民族自決權的信念。專家梅澤斯更指出，其實不存在單一的錫安主義，而是有多元的錫安主義們。它的光譜非常廣，從極左到極右都有。可是，在今天的校園裡，這個詞常常被當成一個標籤，或是一個罵人的詞，直接等同於支持特定政府的暴力政策。所以你看，這場衝突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就卡在大家對3個核心概念的普遍無知。第一，反猶主義。它有幾千年複雜的歷史，不是3言2語能定義的。第二，猶太人這個身份本身就很多元，可以是宗教性的、文化性的，也可以是民族性的。第三，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錫安主義。你想想看，當一場對話裡最基本的詞彙對雙方來說都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意義時，這根本就不是溝通，而是在互相貼標籤，各說各話而已。那麼今天猶太學生在校園裡真正害怕的到底是什麼？根據梅澤斯的研究，對大多數人來說，問題已經不是人身安全會不會受到威脅，而是一種彌漫在空氣中的自我審查。很多學生害怕，如果他們公開表達自己的猶太身份，或是對以色列表達某些支持，就會在社交圈被排擠，甚至影響到自己的學術前途。也就是說，這種為了尋求社會接納而必須隱藏部分自我身份的壓力，才是當下最普遍的問題。好的，講到這裡，我們把歷史和現況都梳理了一遍。接下來，我們一起來反思一下，從這段橫跨100年的衝突歷史當中，我們到底能學到什麼？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通往今天校園衝突的這條路，主要可以分成4個階段。第一，是始於一段明確的排斥歷史，也就是大學的名額限制。第二，是在1960年代發生了身份的急劇逆轉，從受害者變成了壓迫者。第三，是抗議的策略從過去尋求對話，轉變成現代的孤立。最後，是大家對關鍵詞彙產生了根本性的誤解。這4個階段可以說是環環相扣，層層疊加，最終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複雜局面。所以，如果你今天只記得一件事，我希望是這個：我們看到的任何校園衝突，它都很少只關乎當下，它的每一層都包覆着歷史的重量、變動的身份認同，還有學術理論的影響。如果我們不理解這些深層的背景，就只會看到表面的憤怒和口號，而沒辦法真正觸及衝突的核心。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去思考：當幾代人累積下來的歷史傷痕，跟當今年輕人的現代身份認同發生激烈碰撞時，在一個連對話本身都被視為一種背叛的環境裡，我們到底該如何才有可能重新開始與彼此交談？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
美國頂尖大學的衝突並非一日之寒，它源於1世紀前對猶太學生的排斥，在1960年代經歷了從受害者到壓迫者的身份大逆轉，並在現代演變成一種拒絕對話、濫用詞彙的抗議文化。理解這條長長的歷史脈絡，是我們看懂當今亂局的第一步。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自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